自从乌俄战争爆发之后，乌克兰跟俄罗斯都说要找佣兵来帮忙打仗，这让我们很好奇究竟佣兵是怎么样的军队呢？为什么两边都想要找佣兵来助阵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佣兵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便号召国际佣兵团，希望其他国家的志愿者一起参与这场战事，帮忙保卫他们的国家。有不少具有战斗能力的外国人表态，愿意成为乌克兰的佣兵。而根据媒体报道，自从泽伦斯基公开招募以来呢，已经有超过2万名的外籍佣兵加入乌克兰阵营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在俄罗斯这边一开始只派出俄国的军队，而后来他们也动用了他们长期配合的佣兵组织加入战争。根据4月下旬的报道，俄国也动用了将近8000名的佣兵参战。不过，虽然乌俄两国都在招募佣兵，但许多国家的政府都不鼓励国民参加，像是韩国、日本、英国等等，甚至明文禁止国民参与。而台湾的外交部呢，还曾经表示不鼓励这样的行为，让人不禁好奇佣兵到底是什么样的竞技武力，能够让战争的双方都趋之若鹜，而且其他的国家却不断的劝退呢？今天的这一期我们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。不过在开始之前呢，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你知道吗？台湾有高达70%以上的家长都曾经遇过家中孩童走失的状况。为了让孩子知道跟爸妈走散该怎么办，芒狗狗推出了适合3到6岁小朋友的教育绘本《你走丢了吗》，让家长能与孩子一起模拟在大卖场走散时的应对方式。这本绘本不强调走失时的恐惧感，而是创造一个有趣的任务，让孩子跟着芒狗狗一起帮卖场里面的物品找家，并自然而然地练习观察周遭的地形地物，找到合适的求助对象。阅读时，爸妈也可以把场景替换成捷运、公园等人多的地方，跟孩子一起约定不同的走失对策。目前你走丢了吗？与更多芒狗狗系列绘本在官网都有多项的优惠活动，输入志祺七七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。现在就到资讯栏点击官网连结去看看吧。我们首先来看看维基百科是怎么叙述佣兵的好了。网站上说，雇佣兵是一种为了利益而参加战争的战士，参加的目的呢，只是为了金钱奖励，无任何的政治与宗教种族的立场，只要出价够高，可以受雇于任何的人。那虽然上述的定义已经蛮清楚了，不过在国际上面，佣兵的定义则是要去看属于国际人道法其中之一的日内瓦公约。而在日内瓦公约当中，明定了6个条件都要符合，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面的佣兵。这6项我们放在画面中呢，用字卡来呈现。这6项呢，可以大致归纳成2大类的条件。第一，佣兵不是参战方的当事人。第二，佣兵的参战动机主要是为了物质利益，例如是金钱的报酬。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，哪些国家会需要佣兵？他们又为什么需要佣兵呢？佣兵的主要动机就是金钱，因此只要雇主愿意付钱，他们就会愿意接一些危险性比较高、有道德争议，或者是别人不愿意做的案子。例如呢，在危险的地区担任保镖、暗杀政敌、保护独裁者等等。像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海地总统刺杀案呢，就有哥伦比亚的这个佣兵涉入其中。而这一次的乌俄战争里面呢，乌克兰是因为军事实力比较弱，所以为了要尽可能的保护他们的国家，除了动用原本的军队之外，也投注了大量的金钱，招募其他国家的佣兵来帮忙打仗。而俄罗斯的部分，虽然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较强，但是对于俄国来说，雇佣佣兵可以降低俄罗斯本土士兵的损失，也可以减少民怨。那听起来好像只要氪金，就可以找到很多的佣兵帮你打仗，帮你处理事情，好像很方便。但其实佣兵也不是完美的。因为虽然请佣兵很方便，有钱就可以替你工作，所以忠诚度也会是一个问题。要是有其他人比你更会氪，除了比你更高的价格，你请来的佣兵也有可能会叛变。此外，佣兵毕竟是来自于其他集团或是佣兵公司，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会完全的乖乖听话，有时候呢，反而可能会让沟通协调成本变得很高，使得任务不一定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。不过呢，虽然有这些限制但是付钱请佣兵对很多的国家或是独裁者来说，还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。毕竟许多肮脏的任务，付钱请佣兵来做，就可以不用弄脏自己的双手。赢过2季之后，彼此再也没有瓜葛，外界也很难查得清楚到底是谁做的。因此，对于佣兵的需求到现在都一直还存在。那么，究竟哪里才有佣兵组织可以请呢？
基本上在枪炮弹药管制很严的国家，不太会有佣兵组织的存在。例如像是台湾这种管理很严格的国家，自然就限制了这种组织的可能性。而目前世界上面最著名的佣兵公司，大概就是美国的黑水国际了。黑水国际之所以知名，除了公司规模相当大以外，则是因为他们曾经爆出世界级的丑闻。2007年的时候，当时的黑水国际跟美国政府签约，负责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官员。不过在一次任务当中呢，黑水国际被发现杀害了17名的伊拉克平民。详细的原因目前仍然有争议哦，但这件事情呢，让黑水国际失去了在伊拉克的营业执照，而且名声一落千丈。而另外一个强权俄罗斯也有佣兵公司哦，那俄罗斯虽然名义上面不允许佣兵公司，但他们其实有半官方的佣兵公司，也就是这一次乌俄战争也有参战的瓦格纳集团。瓦格纳集团虽然名义上面是私人公司，但有人认为瓦格纳实质上就是普丁的私人军队。相较于俄罗斯的正规军，瓦格纳集团虽然使用成本比较高，但用起来比较弹性，只要是俄罗斯关心的地方，就可以很迅速的派人出任务。例如这一次的乌克兰，还有像是叙利亚跟利比亚，就曾经有被报道指出有瓦格纳集团的人出现。而此外，在许多政局不稳的地区，都比较容易出现佣兵集团，像是哥伦比亚、乌干达，或者是伊拉克阿富汗等等。那除了这几个世界有名的佣兵公司之外呢，其实还有几个大家以为是佣兵，但其实不是佣兵的例子。而第一个例子呢是法国的外籍军团，台湾媒体经常用法籍佣兵来介绍法国的外籍军团。那由于有台湾人加入过法国的外籍军团呢，也有媒体进行报道，使得这支部队在台湾比较有名。不过严格来说，法国外籍军团就是法国军队的一部分，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，所以开放给外籍人士参与。那跟法国的这个本土部队相比呢，薪水没有比较高，不太能够算是佣兵。而另外一个例子则是去美国当兵拿绿卡，美国军方确实曾经有相关的计划，招募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加入美国军队，而这些人则可以快速的拿到绿卡。不过这项计划跟法国的外籍军团有点类似哦，这些人就是美国正规军的一员，而不是严格意义上面的佣兵。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计划了，一定要先有绿卡才能够在美国当兵。那说完这些关于佣兵的小知识哦，让我们回到乌俄战争状况。虽然我们大部分呢都会叫他们佣兵，不过我们也发现有不少的西方媒体却不太用这个名称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发现许多西方媒体在报道的时候，常常称呼乌克兰一方的帮手们为外籍战士，而俄罗斯的外籍帮手们呢，就会用佣兵来称呼。会有用语上面的差异，最主要因素应该是佣兵的主要参战动机必须要是物质利益，但乌克兰付给这些外籍战士的月薪呢，大概是新台币8万多，其实跟许多国家的职业军人相比，并没有比较高。因此，这些外籍战士多半呢会被认为之所以愿意帮助乌克兰，多半还是出于政治理念，例如不认同俄罗斯的行为等等。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，许多媒体多半就会用比较中性的外籍战士来称呼他们。好的，那话说回来，为什么许多国家政府都不鼓励人们为了理想去乌克兰参战呢？首先，虽然成为国际战士是个人的选择，但如果发生问题，由于民众的期待，政府还是常常得伸出援手。像是之前我们 Shorts 提到过的英国大学生迈尔斯，他自己跑到阿富汗去死亡旅游，结果真的回不来了，可是英国政府还是有压力要把他给救回来。那当然，故意跑到危险地区旅游跟为了人道参战还是有所差别。不过政府还是都希望呢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毕竟佣兵其实不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，没有办法获得一般战俘的待遇。受到的生命危险的可能性还有程度，可能都会比一般的士兵更高。而且以台湾的情况来说，如果真的需要救援的话呢，搞不好还会遇到敏感而且不好处理的国际政治问题，让情况变得更加的复杂。我们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，一直浮现的一个疑惑是，佣兵的存在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？无论是要打仗、暗杀政敌，或是保护独裁者呢，都可以看到佣兵的存在。对于这些佣兵来说，付钱的人就是老板，任何人只要拿得出钱，就能够聘请厉害的职业战士来助阵，达成自己的目标，然后让世界变得更加的混乱。不过，我们团队企划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，也想到了几年前一个瑞典教授聘请佣兵的超广故事。当时那个教授收到了他的伊拉克籍博士生的讯息，说他受困在伊斯兰国占领区，可能没有办法活着回去写完论文了。而多数人呢，可能面对这个情况会觉得很无助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没有想到呢，这个瑞典教授为了要让他的论文能够完成，居然花钱找到佣兵，让他们呢冲进这个伊斯兰国占领区，把他的伊拉克籍的这个博士生跟他的家人通通救出来。这么说起来，佣兵的存在或许也不完全只有负面的吧。
所以在今天的最后呢，想要问大家，你觉得佣兵应该要存在吗？佣兵的存在只会造成更多的伤亡，弊大于利，其实不要有佣兵更好。佣兵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工具，工具没有好坏，就看你怎么使用它。所以只要有需求，佣兵就会一直存在，不太可能真的消失。其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佣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普丁会不会被判战争罪的讨论，以及二战时期传奇女特务的故事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